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再回到从前这位球友的提问说，反手拨球的动作应该是怎么样的啊？是以这个小臂外旋带动手腕外展来进行拨球的吗？啊，我今天稍微来讲一下这个反手拨球的动作啊。手臂这个外旋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外旋、内旋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们拨球，我不认为有什么外旋、内旋的这个之分。它其实呢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手臂啊，画了一个圆弧在你的身前。这个圆弧啊，它也不是说像画圆一样的这样绕回来啊，它差不多就是一个1/4左右的一个小的这种圆弧。啊，它也不存在内旋外旋的动作。那么主要可能，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手腕的动作，是吧？手腕的这个内旋啊和外展。那么手腕这个引拍，我来说一下这个拨球啊。手腕的引拍，对于初学者而言，我不建议说你拨球回来引拍回来的时候，向身体内收的这么多手腕啊，不要内收这么多。转动太多的话呢，这个球再出去啊，它可能会影响稳定性，特别初学者，你转多了，这个球肯定是带旋转的，啊，带了摩擦。一般我们手腕是吧，向内收比较多的时候呢，是带一点这种撕的动作，反手快撕、快拨啊，这种动作的时候会内旋多一点。一般正常拨的话，以借力推这种动作为主，就是球过来以后借球的反弹力。然后呢，主动加一点点力把它给拨回去。这个动作上有很多人反手动作上太去强调手臂的动作了。我看了太多业余球友打球的动作啊，太强调手臂了。然后呢，忽略了这个什么往前的力量。他去注重这个手臂所谓的什么外旋啊、内旋啊，去转，对吧？转了以后呢，这个手腕就成了往外去撇。它成了往外撇了，整个肘关节的幅度它撇得太大了，对吧？一撇成这样了，所以很多人打球是这种动作，向右侧的用力。其实我们这个转动啊，没有向右用那么多的力，主要是向前去推送。这个转动的这个弧线过程，它只是一个自然的带出去的过程，因为我们引拍是从身体的腹部的左前方是吧，向右前方用力的。你这样挥拍出去以后，它自然有一个弧线，你不可能直直的推吧。我们这个弧线是为了控制击球的线路打到斜线的。如果说我要打直线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挥拍的动作就朝着直线的方向去打，对不对？如果打斜线，挥拍的方向是不是就朝着斜线？它自然打斜线的时候出来一个弧线，挥拍的一个弧度；打直线的时候，这个弧度就成了线性的，朝这个方向。所以不要去只看外形，忽略了发力的核心。好，我们来反手稍微拨几把，我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来讲啊，大家注意看我动作，我是不是有像这样撇啊？手腕基本上没有怎么动，看我手腕有这样去拨吗？这不成了湿了吗？这不带摩擦了吗？初学者没有必要去动太多的手腕，手腕放松，用前臂去带动我们的球拍向前。你的手腕幅度不要超过了前臂，对吧？拨球完了以后，手腕和前臂还是在一条直线上面。不要甩到外面去，有很多是这样打的，这样转的啊，对吧？这样在打球，这一打，你看球马上飘起来了，不稳。拍面一定要控制好拨球的动作啊，控制好外旋、内旋，不要去考虑这些。你考虑手腕干嘛呢？你连手臂都控制不好啊，去动什么手腕，去转什么前臂，不要去转。打稳定了以后，自然的腰带动这个手臂啊，再放松一点，向右前方甩出去、撕出去，控制稳了以后，自然这个摩擦就出来了，这个放松的感觉出来了啊。看一下啊，我刚开始是动作比较小，对吧？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，
当你放松了以后，自然的甩起来，拉的动作不就出来了吗？就可以拉了吗？对吧？但我拉也没有把动作甩出去吧。我也没有这样啪甩出去吧，一样还是停在前面啊。有很多就打到右侧去了啊，所以这个反手问题大家要注意，先从简到繁，不要一上来我就像马龙一样的啊，我像张继科、樊振东一样，我要撕啊，我要领啊。你先把数量打出来，上台率保证，动作稳定以后，再来追求质量啊。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，请打开微信，扫描右侧二维码，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。